我叫陈超，是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。读大三时，为了给还在读书的妹妹攒够学费，我到县里的大华配货工厂工作，一天100块。可老板张成绝对是个王八蛋，他不仅想方设法克扣我的工资，还对我拳打脚踢，不把我当人。后来我急了，报复他。我醉醺醺冲进办公室，怒气冲冲找张成讨要说法，不料却撞见了他满身贵气、风韵犹存的老婆。你他妈傻逼啊！进屋不知道敲门。宁姐，我错了。哼，赶紧滚！我脸色难看，拳头逐渐握紧。张成不把我当人，他的女人也这么尖酸刻薄，他妈的，真当老子好欺负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哟，你还有脾气了？和你这种废物还要好言好语，让你滚，听到没？我看着水莹莹满脸不屑，一把掐住她的脖子，推着她向后，她的屁股抵在办公桌上，身体后仰，我俯视着她的脸。妈的，小贱人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老子好言好语和你说话，给你道歉，你他妈不把我当人，有种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老子今天在这儿就办了你？哼！水莹莹不仅没害怕，反而一脸讥讽。喝点酒还真把自己当吕布了。张成不把你当人，你倒是报复他呀，你有那个胆子吗？我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水莹瞪着我，脸上赫然出现几条手指印。你他妈以为我不敢？都几点了，谁还在办公室呢？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松开水莹莹。这要是被张成看到了，我这个月的工资就别想要了。我深吸口气，同时看向一边扔着的铁棒，不行就将这对狗男女打晕跑路。这时水莹莹看了眼我手里的铁棍，然后指向旁边的柜子，还不进去躲着？这贱人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想弄死我？水莹莹看我钻进柜子，确保没问题，赶紧整理被我撕开的裙子。除了我还能有谁？怎么又喝了这么多酒？张成拎着小包，醉醺醺进屋。很快两人就搂搂抱抱离开了办公室。我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，脑海里一直重复着刚刚的画面。张成的老婆确实漂亮，跟电视上那些明星似的。要是搁以前，我想都不敢想跟这样的女人能发生点啥。我突然想到，要是今天张成没来，自己怕是真的能睡了他。陈超啊陈超，你就是个一穷二白的农民工，不要想这些不切实际的，还是要尽快拿到工资，妹妹还等着这笔钱读高中呢。我照例开始工作，干到一半的时候，厂里的文员小琴拿着一个信封来车间，把我叫到一旁。这里是5000，莹姐让我给你的，她让你好好干，还说今晚有事要你帮忙，让你下班后去厂子后门等她。看着那鼓鼓的信封，听着小琴的话，我却愣住了。她竟然一次性给了我5000，而且还让我晚上去找她，她到底想干嘛？难道……心中刚有了几分阴你想法，我便立马摇头，将其打消。不可能，陈超啊陈超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水莹莹她凭什么看得上你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只稍稍迟疑片刻，便伸手从小琴手中把信封接了过来。中午一下班时，我火急火燎跑到了附近一家邮局，把4500全部都汇取了家里，还在旁边的电话亭给村里打了通电话。老王啊，我是陈超，我妹妹在家不？让她接个电话。在电话前等了10来分钟，才听见那头妹妹小蕊一路跑过来，有些气喘的声音。喂，哥，你怎么想起给家里打电话了？小蕊读书用功，中考成绩很好，被我们县的重点高中录取了。爸妈去世前，最大的希望就是家里能出一个大学生。这不是看你快开学了，我汇了4500回去，等开学你先把学费交了，记得要好好吃饭，不要省钱。哥这次找的这个工作很不错，供你读完大学，完全没问题。听我说完这些后，小蕊不但没有任何的高兴，反而还沉默了。怎么了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哥，我不想读书了。小蕊，别胡说八道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跟哥说，哥来解决。是李杰他们的人又找上来了。我心里纠结，当初母亲病重，家里没钱，我只能到镇上找了混社会的李杰，用家里的房子跟他们签了一笔2000块的高利贷。这些年我还了不少，加起来至少也有3000多了，但李杰那边却还是时不时的来催债。原本2000的借贷，如今已翻了5倍，成了1万了。你不要理那些人，等哥给你的钱一到，你就带上钱离开家去学校住。我知道了，哥。电话还给小卖铺老王。老王，小蕊开学前，你能收留她几天吗？
都是一个村的，说什么收留不收留的。不过这么下去不是事儿，李杰那边的钱你得尽快还上才行，他们可是开地下赌场的，心肠坏得很。我应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李杰那边除去还完的，加上利息，还有7000多，这么大一笔钱，就算我再干2年都不够。突然，我的脑海里水英那妩媚诱人的脸庞浮现出来。要是找他帮忙，这笔钱或许能一次性还上。回到工厂后，一个工友看了我一眼，脸上带着几分怜悯。陈超，你跑哪去了？张总找你去办公室谈话呢。张成为什么突然找我？难不成昨天我和水莹莹在办公室里的事被他发现了？走到张成办公室门口，我伸手正要敲门，突然就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娇柔妩媚的喘息。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呢？是小晴。他抱着小晴那纤瘦的身子，坐在偌大的沙发椅上，一双大手还在小晴的身上游走。水莹莹那个臭娘们儿真给了陈超那小子5000，哼，拿老子的钱给他自己养小白脸嘛。成哥，你别这么说，莹姐她和陈超之间一定没什么的，只是误会。狗屁！陈超那个狗东西，他那里未结的工资只有3500，水莹莹为什么多给他1500？对了，水莹莹让你给陈超钱1万，还让你带了什么话没有？小晴故作犹豫，支支吾吾的不说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快说！张总，莹姐她让我给陈超带话，让陈超晚上下班后到厂子后门去一趟。哼，行啊，老子早知道他成天在外面跟一些男人不清不楚，现在竟然赶到厂子里来乱搞。哼，不想活的是吧？那老子就让他死。成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心头复杂之极。厂子里一直有一些关于张成的传言，他不仅只是这间小工厂的老板，暗地里和道上很多混江湖的老大哥们有联系，还经常利用自己工厂的运货渠道，帮这些老大哥们搞一些走私之类的勾当。今天听了小琴的挑唆，张成肯定要报复我和水莹莹。我倒是没事，7、8个人一起上我都能抵挡的了。但水莹莹她一个女人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先把这事告诉水莹莹，让她小心提防。我一路飞跑出了厂子，直往2条街以外的一家美容院跑去。你干什么的？我们这家美容院不接待男士。你别拦着我，莹姐，水莹莹，我有急事要跟你说。你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我推开一扇门，里面的一幕让我直接傻眼。水总、梁总，对不起，我一直不让他进去，但是他力气太大了，拦不住他。行了，你先出去吧，让他去会客厅等着。半晌，水莹莹来到了会客厅，身旁还有刚刚的女人，穿上衣服还挺都市丽人的。见到我一直盯着她看，那美女直接走到我面前的椅子上坐下，翘起2郎腿，直勾勾地盯着我一笑。你就是陈超？这美女竟然认识我。莹莹刚刚跟我说过你在他们厂子上班，之前张成一直没给你结工资，你闹得挺厉害的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张成是干什么的啊？竟然敢跟他闹。我叫梁莎莎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今天我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了，下次有机会再见。他侧身和水莹莹小声说了几句话，过程中还朝我看了好几眼，而后就出门离开了。陈超，谁允许你来这里的？上午不是已经给了你5000吗？怎么还嫌不够，还想找我多敲诈点钱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想要借昨天的事问你要更多的钱？不然呢？亏我还好心过来提醒你，臭娘们竟然这么想我。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该说的还是要说的。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。中午的时候，我去张成办公室，看到了他和李晴搞到了一起。随后我将中午所看到的事全部讲给了水莹莹听，水莹莹的脸色变化，从最初的冷漠和不屑，逐渐添上了震惊，到最后竟变得有些苍白。张成是干什么的？你心里应该有数。你给我结了工资，还多预付了我1500，我很感激你，所以才专门跑来这里，把这件事告诉你。说完之后，我便不再多留，转身就走。外面的阳光刺眼，张成的厂是不能再待了，但我还有些东西在宿舍里，回去取了就回老家去。这一趟回去，正好找一下李杰那王八蛋。一辆红色桑塔纳停在我面前，我低头看去，车窗缓缓摇了下来，露出里面一张精致美艳的脸庞。是你？
快上车，张城的人在四处找你，你要是回厂里就死定了。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一抬头就见远处厂子大门里有几个身材壮硕的男人走了出来，他们的手里还提着我的背包。妈的！别冲动，先上车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还牵扯到了莹莹。我顿住脚步，如果真的被这帮人纠缠上了，只怕会彻底把我和水英英都污名作实。我上车后，梁莎莎一脚油门踩下，车子引擎发出一声轰鸣，迅速朝着远处驶出离去。梁总，你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？还有，你是怎么知道张城的人在找我的？我和张城有些生意上的合作，刚刚去他厂子里谈事，路上见到有些混混见问你的去向。张城这个傻逼，我明明和水英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和水莹莹没关系，刚刚厂子里那些人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说水莹莹和你勾搭在一起，不但上了床，你还从水莹莹那里骗了不少张城的钱呢。李晴那个贱人，她四处乱传，如今竟是把我这个奸夫的身份给坐实了。行啊，我知道你是清白的。莹莹说你为了工资和张城起了矛盾，她看你可怜，就让人先给你结了一部分工资。至于那些谣言，都是张城搞的鬼。不是李晴添油加醋说的吗？怎么是张城？你不知道张城那个狗东西的心思有多歹毒，他办的这个厂其实已经入不敷出了，而且他还有很多货款没结，这也是他一直拖欠你们工资的原因。那这个事和水莹莹又有什么关系？哼，厂子的法人是水莹莹，所有款项写的名字都是莹莹。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事，让他好好去张城办公室查查账。可惜啊，张城一直很介意他以前。刚说到这，梁莎莎就转移开了话题。我现在带你去我家，我已经让朋友去接莹莹了。今天你们就先在我家待着，好好商量以后该怎么办。一路上我大脑发懵，从前我独身一人，无所顾忌，可这次的事情和水英英牵扯上了，让我心里开始隐隐有了一些难以形容的牵绊感。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只怕水英英以后的日子会十分艰难。张城这个狗东西放出风声，说我勾搭了他的老婆，还骗了他的钱，这不是在找回面子，他这是在布局，要我和水英英背锅。水英英是厂子的法人，账目都在他名下。张城如果真想跑路，只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，他就能全身而退。而我不过是个奸夫。他妈的，这狗东西早有准备！我一拳砸在茶几上。别以为张城只是个撮货，他背后那帮人可都是道上有名的。那他现在准备跑路了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他厂子的货最近1周已经往外运了4批，都是走的夜路，连账都没走正规流程。他这是要掏空厂子，然后把锅甩给水莹莹啊！莎莎姐，你要是愿意帮我，我一定能把张城拉下来。你终于肯主动了。他站起身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丢到我面前。这是我和张城以前的合作协议，还有他指使我公司帮他洗钱的记录副本。你跟他不是合作关系吗？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曾经是他老婆。我比你还恨他，当初他和我结婚是为了借我的公司洗钱，等他赚的差不多了，就甩了我，转头娶了水莹莹。哼，这个张城果然是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畜生。我要你去厂子把他办公室的那份账本拿出来，这是他最怕的东西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所有走私的货都是从他手里出去的，只要你能拿到，我们就能反败为胜。好，我去。我轻车熟路地绕到张城办公室外，门竟然没锁。我屏住呼吸，推门而入。办公室里一片漆黑，我蹲下身子，打开最下方那个柜子。太好了，账本还在。我手刚碰到账本，耳边突然传来阴冷的声音：“找什么呢？”我猛地转身，门口站着的是张城，他带着2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正冷冷看着我。哼，陈超，你果然是条狗，水莹莹给你点骨头就敢咬我。你害水莹莹不够，还想害我？我不找你算账，难道等死？算账？你一个农民工，凭什么跟我算账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休想走出这里。他身后的2个打手封死了门口。哼，张城，你知道你最失败的是什么吗？张城一愣，你失败在太把我当回事了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好好的收拾。我猛地将账本往空中一抛，借着张城抬头的瞬间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拳砸在他脸上。张城惨叫一声，鼻血狂飙，2个保镖反应过来，立刻扑了上来。我被其中一个一把按住肩膀。
就你这德行，也敢动张总，找死！我不是没挨过打，从小就是穷孩子，从村里一路滚爬到城里，多少次被人压着打，踩着活，但今天我不认了。我一膝砸在下巴，太眼一翻，当场晕了过去。另一个大汉扑来，我脚步一错，反手一拳砸在他腋下。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你不是问我凭什么？现在你知道了。我将账本塞进衣服里，转身就走。就在我离开后10分钟，水莹莹站在一辆黑色轿车边，看着厂子的方向。你确定他真能做到？我相信。水莹莹，你个贱婊子，你们一起搞我是不是？给我等着，我弄死你们这对狗男女！我站在厂子通往后门的走廊上，手里攥着那本账本，听着张成的怒吼，嘴角却勾起笑。终于狗急跳墙了。张成现在害怕的不是陈超，而是他自己多年积下的孽障，终究要暴露了。我低头看了眼账本，这账本是张成的命根子啊！我小跑着冲向保安厅，可刚到门口，就见门被人从里面锁死了。7、8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从两侧走了出来，将我围在了中间。陈超是吧？张总刚刚紧急给我们打电话了，让我们带你回去配合调查。我扫了一眼这几个保安，轻笑道：“是张成让你们来的。”废话。那你们工资发了吗？一人一证。张成欠你们多少个月工资了？3个月还是半年？你们跟着张成混，挣的是什么？是命还是钱？你们连命都快丢了，钱呢？一句话，几个保安的脸色都变了，他们彼此看了一眼，没人说话。我们是拿工资的，张总说了，下个月一定发。下个月。我从怀里掏出那本账本，随手递过去。张成转账给他情妇李琴20万，写的是人力成本。你猜猜，这是不是你们的工资，你们的血汗钱？被他拿去养女人了。几个保安顿时面面相觑。我靠，真有这回事？我老婆还催我交幼儿园的学费呢，我都不敢回家了。我上个月的房租还欠着呢。这种不是人的老板，我刚已经帮你们收拾过他了，估计他现在还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呢。嘿嘿。你不怕他报复？我现在怕他，我手里有他的命根子。你们呢？还想继续替他挡刀？几个保安彻底安静了，没有人敢再拦我。我一步一步离开了保安亭。门口的黑色轿车停在那里，梁莎莎从车窗里探出头。上车。我没有犹豫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水莹莹坐在后座，脸色苍白。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打你？嘿嘿，你看，我把那狗东西的命带出来了。咦，你真的拿到了？不止拿到了，还把他打得像个猪头。他不说我们搞到一起了吗？那我总得让他知道，我这个淫夫不是白当的。水莹莹的眼睛猛地红了。谢谢你。账本虽然拿到了，但要让张成彻底完蛋，还差最后一击。窗外夜色如墨，别墅里灯光柔和。梁莎莎把那份账本轻轻摊开，指尖敲了敲其中一页红笔圈出的内容。最后一击就是这个。这是一份名叫特别供应链的走账记录。这是张成和一个叫卢三的交易记录。卢三在市里做房地产，明面上是合法企业，暗地里却利用张成的厂子洗钱。这个卢三背景深，手段狠，他最怕的就是被曝光。那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不直接对付张成，要把目标对准卢三，只要把账本的影印件匿名寄到市里的财经报道，再抄送给市，最后找几个记者曝光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卢三一出事，张成就完了？但我们动作的快，我拿了账本，张成估计急疯了，他现在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只要这事成了，我会立刻向工商变更法人，把张成踢出去，然后我会让你留下来。陈超，你现在不是那个只能在车间里搬货的农民工了，我会提拔你，至少是副厂长，甚至更高。副厂长，我还从没想过有一天这3个字会和我挂上关系。你帮了我，我不会忘。等我处理完这些事再联系你。你去哪？有点私事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我一个人坐在床边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。3年里，我像条狗一样活着，被人看不起。可现在压在我身上的屈辱，终于要翻过来了。我正想着，门吱呀一声被推开。谁？只见梁莎莎穿着一件吊带短裙，头发湿漉漉的披散着，脸上泛着醉意，脸颊红红的。
莎莎姐，这大半夜的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然后毫无征兆的轻轻的坐在了我的怀里。陈超，今晚的你实在是太迷人了，我整个人都僵了。莎莎姐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蠢的事就是信错了人。我明明可以过得更好，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不是在勾引我，他是真的孤独。我这么个女主人，我得帮帮他。我在这儿，我哪也不去。正当我准备下一步时，窗外忽然传来一声尖叫。啊！救我啊！我猛地弹起身，脸色一变，远处的街道上传来一阵怒吼。陈超，你个王八蛋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我猛地一下子从床上站了起来。你别看，我这就换衣服。离开前，将一把车钥匙塞进我手里。我的车停在门口，买油的，我们一起去。我一怔，还没来得及拒绝，他已经快步走向衣柜，翻出一件风衣披上。你留下来，万一张成的人找过来，你要保住账本。我开车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小巷口，一个混混正抽烟，看到我冲来，猛地一愣，随即低头喊了什么，立刻发动汽车驶。不是想引我出来吗？我现在来了。我知道他们在设局，用水银营做诱饵，是要逼我跳进人间地狱。一座破旧的农家大院映入眼帘，青砖灰瓦，院门敞开，门口挂着一个红灯笼，在夜风中摇晃。张成的车就停在门口。这什么鬼地方？屋里传来阵阵笑声，几个人围坐在桌子旁，烟雾缭绕。张成正坐在主位，脸上挂着我之前留下的伤，而水盈盈就被按在张成身边，嘴角挂血，脖子上有清晰的指痕。我告诉你们，那条狗一定会来，他舍不得这个臭婊子。张成回头看到我，顿时一愣。哟，来得正好，狗男女团聚正合适。他忽然一巴掌甩在水盈盈脸上。贱人，你这奸夫来了，是不是很高兴啊？陈超，你快走啊，还没要弄死你。来，把门关上，今晚让他们死在一块儿。几个混混站起身，我没有退路，只有愤怒。张成，今天我不是来谈判的，我是来要你命的。我一步踏进屋内。陈超，小心！我身体一震，一根钢管从侧面的壳砸在我脑袋上，一股热乎的液体顺着头皮流进眼睛，模糊了视线。这帮狗杂碎是真的要杀人。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出生。这时，角落里走出一个男人，身材壮硕，右手握着一把锃亮的匕首。别急，豹子，这货不能死得太快，要慢慢来。放心，张总，先卸他一根手指，让他哭着喊你爸爸。你以为你能翻天？你以为账本在你手里就能威胁到我？别天真了。周围那帮狗腿子哄堂大笑起来。一个臭民工也想翻身？他以为自己是战狼吴京吗？真可笑，还敢碰张总的女人。你呀，别装了，今晚你们两个谁都别想跑。你这个疯子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死？你以为你能随便死？我不让你死，你连死都不配。张成回头看向我。你要是现在交出账本，我还能考虑留你一命。我默不作声，只是拳头握得死紧。来，先把他衣服扒了，给兄弟们开眼。一面雪白的胸口瞬间暴露在空气中。看到了吗，陈超？这就是背叛老子的代价。水盈盈的眼泪疯狂落下，那一刻，我的脑子里啪的一声响，有根线断了。我怒吼一声，所有人的动作都顿住了，齐齐转头看我。我猛地回身，一把将身后那个想偷袭我的打手推飞。今天就看看谁先下地狱。给我去死！我身体猛地一扭，反手一棍子砸向他脸，他惨叫着跌倒在地。陈超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怒火已经烧得我60几尸，我抡起铁棍，如同砍瓜切菜般横扫，四分被我砸飞，撞在墙上，呕吐鲜血，就剩下几个也全都吓傻了。这他妈还是人吗？他们连滚带爬，踉跄逃窜。我站在屋中央，像从尸山血海里劈杀出来的修罗一样。别过来，你冷静点，咱们谈一谈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哼，你不是说要弄死我吗？别杀我，我错了。
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我骑在他身上，有拳落下。这一拳是为水银，这一拳是为我这3年来的屈辱，这是为那些被你压榨、苦苦求生的工人。张成的脸肿像馒头。陈超，你打了！水银扑了上来，从背后紧紧抱住我，他哭得撕心裂肺。你打死他，你也完了。你再打下去，你会坐牢的，你会被抓走的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他跪在地上，那张曾经冷艳如霜的脸早已泪流满面，可他还是努力地抱住我，还是在保护我。我一把揪起张成，现在知道那句话了，别惹老实人。我拖着他一步一步走向门外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回应。我把张成一路拖到汽车旁。看清楚了，我不喜欢这个女孩现在这个样子。水银一愣，旋即眼泪落下，微风吹起她一发丝。别杀我，求你了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把厂子给你，把水莹莹给你，只要你放我一马。陈爷，我真的错了。晚了，走吧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跟你无关。今天开始，这个厂子，这条命都是你的。我只是希望你记得我。我把他按进副驾驶，关上车门。他还在哭，想说什么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头灯照亮前方，将张成的脸映成一片血红。放心，没事了。救命！我不想死啊！他彻底崩溃。那个曾经高高在上、呼风唤雨的厂老板，那个把我陈超当狗看，如今像一条断尾的疯狗，趴在地上，连哭都哭不完整。你为了我，你杀了他吗？你真的杀了他吗？你疯了，你完了，你进去了怎么办？我会在外面等你一辈子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1秒、2秒，然后我缓缓松开油门，拉起手刹，我推开车门，走到车头前，蹲下身，低头看着张成，他已经不敢动了，视线涣散，浑身发抖。张总，我留你一条狗命，不是因为我心软，是因为你还有用。听好了，明天上午我给你放1天假，你去把离婚手续办了，和水莹莹断干净了。我不限制你的自由，但我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张成像被冻住一样，浑身僵硬。手续一办完，你就给我滚回厂子上班。你的厂子现在是我的，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养的狗，所以我要你活着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敢跑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，然后弄死你。你如果还想报仇，欢迎，我陈超等你。张成终于闭上了嘴，他眼中出现了极致的恐惧。我回到车里，水莹莹的眼泪一滴滴往下掉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马达嗡鸣，一辆破旧的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冲进院。陈超，陈超，你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车灯下张成躺在地上，血乎乎的脸贴着泥地，惨不忍睹。你把他干翻了？没死，就断了几根骨头。我靠，你下手真狠！我没说话，只是低头看着张成那副抽搐的模样。别忘了我说的话。我启动车子，冲出那片破旧的蒙家小院。梁莎莎在后面发动了摩托车，紧紧跟上。水莹莹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，一句话不说，但我知道她没睡。今晚你先别回家，先去梁莎莎那边待一晚，安全点。她默默点头。我明天还得去厂里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张成再碰你一下。只有1个字，但我听出了她的情绪，有点怕，还有一点信任。水莹莹先下车进了别墅，梁莎莎的摩托车也跟着往进来，停在车位边上。你车开得太快了，我差点跟丢。这摩托够老的了，没想到还能跑。这车是我爷爷最喜欢的，10几年没动了。我仔细看了眼，车身是黑色的，油漆斑驳，前照有些掉漆。还是本田的。黑色本田，93年产的，当年进口的时候得10几万一辆呢，比我那辆车值钱多了。真的假的？骗你干嘛？在这个年代，哪怕是辆摩托车都已经算身份的象征了，更何况这辆车还是进口的老本田。既然是你爷爷心爱之物，今天怎么舍得骑出去？因为你配得上。这妮子怎么答非所问？这车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了，你今晚做的事也只有你配得上这车。我张了张嘴，
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谢谢你，莎莎姐。以后别喊我姐了，我有那么老吗？还不是你打扮的太成熟了。我再听见一声，立马就把这摩托车收回去。行行行，不喊了，不喊了。这时水莹莹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出来了。我跟你回去。你先留在这儿吧，这边安全。我不是怕什么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行，我跨上那辆黑色摩托，轻轻拍了拍后座。上来吧。他没有犹豫，裙摆一掀，驾轻就熟地跨坐在后座，他的手轻轻环住我的腰，头靠在我背上。姐，我们先走了，明天见。陈超，你大爷的！坐吧，就这条件，凑合一下。我钻进厨房，没一会端出来一碗热腾腾的蛋炒饭。好香啊！没想到你还会做饭。出来混，不会做饭早饿死了。他忽然走到我面前，坐到了我的腿上。干什么？哎呀，有点不真实感，只有抱着你才感觉安心。别闹，先吃饭吧。我不想吃了，我想……我浑身一颤，一把将他抱起。你要干嘛？我没说话，只是把他放在床上。那就休息吧。什么意思？你难道不想？不是不想，是现在不该。不一会，他就闭上眼，呼吸逐渐均匀，我就在沙发上睡下了。等我再睁开眼，天已经亮了。我刚一动，忽然感觉抱着什么，低头一看，竟然是水莹莹。她衣衫凌乱地趴在我怀里。她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水莹莹也醒了，看着我的脸，亲了一口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。我刚想说点什么，她却又把脸埋回我胸口。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别想甩掉我。我一时间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对了，今天晚上我带你回新家。她一下子愣住了。你还有房子？我点了点头，没解释。她坐在床上看着我，视线里带着几分好奇，几分疑惑，还有点小小的不安。快点收拾，我们去民政局。你说张成今天会不会来？他一定会来。你们看，那谁？那好像是，那不是那个什么厂的张总吗？出了名的暴脾气，几个月前还上过地方的报纸。怎么搞成这样了？这脸肿得跟头猪似的。不远处，一个浑身缠着绷带，脸上贴着大块纱布，脑袋上还包着厚厚纱布的木乃伊，正一瘸一拐地走进来。不是冲咱们来的，他是冲那个帅哥去的。妈的，那小子完了！我注意到周围人都在往边上躲，他们不是怕我，是怕张成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打工仔，张成才是上层人，是有背景的大老板。所有人都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，等着看张成怎么收拾我。别怕。就在这时，张成终于走到了我们面前，他喘着粗气，视线凶得像狼，脸上写满了恨意。可下一秒，张成双膝一弯，周围人像是被按了暂停键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陈老板好。我看着他跪在我脚边，心里没有快感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谬。我不是什么老板，以后他才是老板。周围人彻底傻了，张成脸上的表情从僵硬到屈辱到咬牙切齿，可最终还是咬着牙点了点头。水老板好。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你现在是老板了。我捏着那本新鲜出炉的离婚证，看都没再看地上一滩烂泥似的张成。走，回厂，该收拾烂摊子了。刚进厂门，工人们三三两两的聚着，眼神躲躲闪闪。几个张成的老狗腿子，尤其是财务室那个李晴，正唾沫横飞的跟人嘀咕：看见没，狐狸精上位了，靠个乡下野男人就把张总搞垮了，指不定用了什么下作手段，让这种女人当老板，呸，厂子迟早完蛋。水英脸刷的白了。别担心，看我的。我一脚踹开财务室的门，把里面正密谋的李晴和几个马屁精吓得一哆嗦。姚挺欢李会计。我皮笑肉不笑的走进去，直接把手里一沓纸摔他脸上。看看你干的好事。那是我从账本里复印的，张成转给李晴私人账户20万，备注居然是工人工资补贴。假的，全是伪造的。陈超，你个王八蛋，敢诬陷我！老鲁，保安队长老鲁已经被梁莎莎收买了，他大步进来，手里拿着个账本，还有几张进货单的底单。李杰，上个月那批轴承，你报的价比市场价高出3倍，
供应商给你的回扣呢？还有去年年底的。李晴这下真瘫了，像条死狗一样软在地上，话都说不出来。都听好了，李晴挪用工人血汗钱，做假账吃回扣，就等着警察上门吧。还有，所有工人被张成这王八蛋拖欠的工资，3天之内，我陈超一分不少的全给大家伙补上。沉默一瞬后，所有工人都在高呼：陈老板牛逼！都看清楚，这才是你们真正的老板。水莹莹，以后厂子莹姐说了算。水莹那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，水汪汪的。水莹莹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。陈超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走过去，离得很近，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。嘿嘿，给我亲自检查啊！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问问你的意愿。我正想停下，他却忽然猛地抬头，眼里点燃了一把火。别废话！我一把将他抱起来，放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桌上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卢三知道账本的事了，他的人冲你们厂子去了，快准备！这么快？外面传来哐当一声，去后面那个加固的保险库，锁死门。我不叫你别出来。车间里一片混乱，十几个壮汉拿着棍子见人就打。幸好老鲁带着几个信得过的保安，拿着家伙在周旋。超哥，跟我一起上。这帮暴徒显然没想到我这么狠，这么能打，一时间有点懵。突然，狂暴的引擎声撕裂一波，一道闪电猛地撞破厂区侧门，冲了进来。车上跳下来5、6个穿着凶悍的精壮汉子。梁莎莎带来的人太猛，暴徒们很快被打得哭爹喊娘。我也把领头的放倒了，说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别打啊！是卢三爷，卢三爷让我们来抓你和那娘们，把账本给抢回去。哼，卢三果然是他。还有呢？卢三爷还说你在老家的妹妹已经让我们请走了，还让你识相点，乖乖交出账本，不然……小蕊，把他拖走。老鲁，看好场子。我走到保险库门口，莹莹，开门。是我。水莹莹扑出来，死死抱住我，浑身发抖。莎莎，帮我个忙，老家那边。知道了，地址给我，我马上安排人接应。需要什么家伙？家伙你有现成的，给我几个能打的兄弟。阿彪、阿强，你们俩跟陈超走。等我回来，很快。小心点，我等你回来。远远就看到小卖部门口围了一群人，李杰那王八蛋正叼着烟，唾沫横飞的拍着老卖部老王的脸。老王头，识相点，陈超那小子在城里得罪了大人物，自身都难保了。你把小蕊放了。嘿嘿，那不行，要等那小子跪着把账本送来，然后老王气得浑身发抖，但被李杰2个手下按着，动弹不得。哦，是吗？李杰一哆嗦，烟都掉了。他猛地回头，看到我跨在摩托车上，我身后阿布、阿强2个铁塔似的汉子，面无表情的下了车，跟在我两边。陈超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，废了他！7、8个喽啰挥舞着棍棒冲上来，阿彪、阿强像2头猛虎，直接迎了上去。我根本没看他们，一步一步径直走向李杰。你别过来，道上规矩。规矩？你跟我讲规矩？在李杰惊恐的眼神中，我一脚狠狠踹在他肚子上，李杰像个瞎马样，弓着身子飞出去。我没管他，冲到了小卖部后院，一脚迈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。里面，小蕊被绑在椅子上，嘴巴被胶带封住，哭得满脸泪痕。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我赶紧撕开小蕊嘴上的胶带，解开绳子。哥！小蕊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扑进我怀里，浑身都在抖。不怕了，哥来了。陈超，你敢动我？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卢三，这是不是你开的那个黑赌场的暴力催收视频？还有你给领导送钱的证据，够不够把你和你那个靠山一起送进去捡肥皂？
不可能，这些东西你从哪弄来的？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带上你的人，立刻滚出这里，永远不能再回来，你跟我的债一笔勾销；二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你和你靠山一起进去。我身后的阿彪阿强配合的往前一步，捏的拳头咔咔响。我滚，我马上滚。你叫什么？强子，超哥。强子，以后你和你那几个兄弟负责保护我妹妹和这小卖部。要是有人敢来找茬，直接报我的名字，搞不定联系我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谢谢超哥，谢谢超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本卫病师收编几个地头蛇，比赶尽杀绝有用多。傍晚时分，我安顿好家里的事，就离开了。陈超，不好了，水莹莹被人从厂里绑走了。对方指明你带着真账本单独去城西老码头3号仓库。还有，张成那王八蛋从医院跑了。调虎离山，我知道了。我把油门瞬间拧到底，摩托车的引擎发出濒临极限的嘶吼，在清晨空旷的路上狂飙。阿彪阿强开车跟在后面，在这儿等我。我一个人提着个文件袋，里面是梁莎莎准备的伪账本，夹着微信监听器。推开沉重的铁门，里面一股霉味混合着铁锈味。故意挑这么个地方，一会儿怕是免不了一场恶战。水英被绑在一张椅子上，嘴上贴着胶带，看到我进来，拼命挣扎。他旁边站着2个人，一个魁梧壮汉，一个是脸肿成猪头的张成。果然是这狗杂碎。陈超，你终于来了，你不是很能耐吗？我这回不要账本了，我只要你的命。你不是喜欢装英雄吗？来呀，就他。刀疤男没说话，只是冷冷地扬了扬下巴。我把文件袋扔在他们脚下几米远的地方，故意装作很怕的样子。账本在这里，放了他。张成狞笑着，对旁边一个小弟使了个眼色，那小弟立刻跑过去捡文件袋，动手。整个人如同炮弹般驶向刀疤男。刀疤男反应极快，沙包大的拳头带着风声就朝我面门砸来。我不敢应剑，侧身躲过，顺势一脚踹向他小腿。他抬腿格挡，震得我脚底板发麻。还是个练家子。我立刻改变策略，利用身体灵活的优势贴身缠斗，不里瞬间乱成一团。那个捡文件袋的小弟刚打开袋子，里面突然爆出一小团烟雾和声波，同时仓库外面猛地响起剧烈的撞击声和打斗声。陈超，我来助你。混乱中，张成这狗东西竟然抽出一把匕首。臭婊子，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恶狠狠地扑向被绑着的水晶。生死关头，他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用高跟鞋那尖尖的鞋跟狠狠踹在张成的裤裆上。张成捂着裆部倒地，匕首也掉了。水英趁机猛地挣脱了绳索。陈超，快！我抄起地上不知谁掉的一根钢管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砸下。刀疤男惨叫着轰然倒地。莹莹，你没事吧？这时梁莎莎那边也结束了战斗，张成的手下全被放倒，张成还在捂着裆部抽搐。梁莎莎踩着高跟鞋走过来。张成，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只配当条狗吗？因为真正的毒蛇是卢三。当年坑垮我们梁家，吞掉我家产业的就是他卢三，而你不过是卢三养的一条会咬人的疯狗而已。张成放弃。陈超，跟我合作，扳倒他，他的产业，他的地盘，我们一人一半。这时我才得知，卢三是吞掉梁家，逼梁莎莎爷爷跳楼的幕后黑手。一人一半，这女人野心够大。好，你说怎么干，我就一条烂命，没本钱没路子，光靠拳头就能硬闯阎王殿。梁莎莎笑了，艳得像朵吸饱了血的食人花。她从风衣那里摸出一张卡，递给我，拿着，这就是本钱和路子。我被绑成个木乃伊躺在床上，水英闪了进来。疼不疼？死不了。医生说了，肩胛骨骨裂，2根肋骨有裂痕，还有那么多外伤和内伤。他眼圈又红了，俯下身，温热的呼吸喷在我颈侧。陈超，你吓死我了！他的嘴唇贴着我耳朵，又软又烫，身体也压了下来。这他妈是探病还是勾引啊？哼，没事了。我想把他推开点，手刚抬起来，就被他一把抓住。别动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。房门被敲响，水英立马作证了。梁莎莎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走了进来。这是计划书，
扳倒卢三，光靠账本不够，那只是敲门砖。我们需要砸开更大的缝，让他背后那些大佛自己跳下来。卢三的根基是他用30年的时间在市里织成的一张网，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盘根错节。要撕开这张网，怕是不容易。要撕开这张网，需要3样东西：足够致命的料、足够致命的钱和足够撬动某些人嘴巴的特殊门路。致命的料，我有他在南美走粉的航线记录，贿赂几个关键人物的原始凭证，甚至他在境外洗钱的几个隐秘账户。我梁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加上你那份账本能从卢三身上咬下来的肉，启动资金勉强够，但最难的是最后一样，撬开那些人紧咬的牙关。他轻轻点了点那份厚厚的计划书封面，这上面列出了我们第一个目标，也是卢三在市里最大的一把伞，主管城建和开发的赵主任。我翻开计划书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，还有一些偷拍的照片。一个戴着眼镜、面容古板的中年男人出现在照片里。这个人做事很谨慎，油盐不进的。油盐不进的人最难搞了。没事，是人就有缝。这位赵主任有个足以让他身败名裂、心甘情愿跳进我们坑里的小癖好。哪种小癖好？该不会是小字母吧？我名下有间小会所，叫云顶，那里或许能找到撬动赵主任的第一块砖。好，什么时候去？现在。水英猛地抓住我的手臂，声音带着哭腔：陈超，你不准去，那种地方有问题。他就是想。他用眼神控诉近乎绝望的占有欲。乖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忍着全身骨头散架般的剧痛，慢慢坐直。水英那双漂亮的眼睛死死盯着梁莎莎。参天的古树掩映下，云顶2个字用极细的金色嵌在入口上方。这里是金陵阁，赵主任是这里的常客。他在一扇标着7的房门前停下，用一张纯黑的卡片刷开了门锁。赵主任的小爱好是驯服，他喜欢在这里寻找那些清纯的女孩，然后用尽一切手段让她们变成最听话的宠物。他拿出手机，点开一张偷拍的照片，递到我眼前。这不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吗？这个女孩叫小兰，邻省山里的，刚被骗出来没多久，性子烈得很，还没被完全驯服。赵主任对她格外上心，已经连续来了3个晚上。明晚，卢三会在皇冠酒店举办一场慈善晚宴，全市的名流都会到场，赵主任的亲侄女慈善大使也会前来捧场。姓赵的王八蛋也一定会去。没错，更重要的是，按照流程，晚宴中途会有专门的侍者为赵主任送去他必不可少的东西，一杯特调的、加了料的路易13。我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送这杯酒的人是你安排的？梁莎莎娇笑着将手指从我的下巴上滑到喉结。聪明，那就坐等明天的好戏开场了。我刚回来要躺下，一个人就像炮弹一样撞进我怀里。陈超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是不是跟他去胡闹了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会勾引人？莹莹，你先松开。我要是松开，你就被狐狸精给勾跑了。我有些哭笑不得，但心里却很满足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被任何人勾搭跑的。我是你的，只是你的，好吗？水英的情绪刚稳定下来，梁莎莎留下的那个手机屏幕猛地亮起。我接收视频看看。画面很暗，背景是个走廊，一个穿着酒店侍者马甲的男人正小心地端着一个托盘走出来。托盘上放着的不是酒水，而是一个小小的深棕色的玻璃药瓶。他左右张望了一下，迅速把托盘放到走廊墙边一个不起眼的推车上，然后对着推车后面压低声音急促地说着什么。镜头猛地拉近，推车后面的阴影里是梁莎莎，她伸出手从那个托盘上打起了那瓶深棕色的药瓶。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。好戏要开始了。照的要，明晚皇冠顶层慈善晚宴立场开启。搞东西还得用药。陈超，你不会有危险吧？说实话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但这件事是扳倒卢三必须要做的。这是晚宴流程，赵老狗习惯致辞后就去休息，你扮成侍者，把他点的酒换成这个。梁莎莎从风衣兜里掏出一个棕色小玻璃瓶，让他当众出丑，然后趁乱进他包间找东西，小兰的线索或者别的把柄。梁莎莎拿出侍者衣服、假证件和一个小耳机，带上这个，听我指挥。我穿着侍者衣服，端着盘子，眼睛盯着戴眼镜的赵主任，耳机里是梁莎莎的声音：盯住目标，他侄女快说完了，准备好，15分钟后他会离开，酒换了，你去送。我知道。
时间到，我端着那杯加料的酒，朝着被引过来的赵主任走去。快到时，一个喝得五迷三道的胖子猛地撞过来。这老东西长得真难看，动静不小，旁边人都看过来。赵主任也皱着眉头：“先生，实在是对不住。”哼，没长眼睛吗？算了算了，赶紧滚！酒被送进了豪华包间，我推出来，从门缝看，老东西把那杯酒一口闷了。老王八，喝死你！我闪身进去，反手锁死门，开始翻箱倒柜。藏的还真深啊！里面有一堆录像带，还有本破烂的日记本。我飞快扫了几页，全是血泪，怎么被骗、被关、被姓赵的牲口糟践。这变态还让小兰把痛苦都写了下来。我压下怒火，小心把本子塞进怀里。下一秒听到了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，门被猛地撞开，2个铁塔似的黑西装冲进来。一看地上扭得像蛆的赵主任和还在翻的我，眼珠子一瞪，直接扑上来。我伤没好利索，动作慢半拍，被逼到墙角，一道纸带着风从我旁边扑过去。你怎么跟来了？人影是水盈盈，她眼睛血红，手里死死攥着一把水果刀，一声没吭，对着那保镖的后腰眼，用尽全身力气捅了进去。另一个保镖明显猛了一下，就这一下，我忍着撕裂般的剧痛，抄起旁边一个死沉的水晶烟灰缸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压在他太阳穴上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知道这儿有多危险吗？霎时警报声响起，先离开这儿。楼下阴影里，梁莎莎的车灯闪了2下，我刚钻进后座，车子就像箭一样射了出去。身后皇冠酒店灯火通明，乱得像炸了窝的马蜂。干得不错嘛，赵主任像条死狗一样瘫在包间里的消息肯定炸了，卢三那老东西这会儿怕是肺都要气炸了。我瘫在后座直抽冷气，勒巴骨的剧痛让我龇牙咧嘴，血已经把逝者马甲阴透了大半。水英由于太紧张，水果刀又到了我的伤口上。你压的捅挺准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流了好多血，暂时死不了。前排开车的梁莎莎从后视镜扫了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行啊，陈超，玩命还带买1送1，不过水盈盈捅人那下倒有你的样子。车子钻进了黑巷，3人停在一栋灰扑扑的旧楼后门，这里是间门脸脏污的小诊所。梁莎莎敲了2长3短的门，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开门让他们进了屋。忍着点。东西呢？都在这儿了。梁莎莎抓起日记本，快速翻看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眼神燃起怒火。姓赵的真是头牲口，小兰才17，卡里有20万，算定金，商量2天，等我消息。梁莎莎转身就走，高跟鞋声渐渐远去，诊所里一片死寂。后屋有行军床，凑合他，天亮赶紧滚，别给我招祸。我躺在硬邦邦的行军床上，水盈盈蜷在旁边的破椅子上守着。这娘们整得老子跟他手里的刀似的，那就看看最后刀把子在谁手里。天刚蒙蒙亮，我的破墨基亚突然震动起来。高哥，救命！李杰杀回来了，老王叔被他们堵在店里，他们还带了猎枪，说要烧店点天灯。小蕊呢？你说清楚。小蕊没事，李杰扬言你再不露面就烧了老王叔。我怒火中烧，一旁的水盈盈猛地坐直，眼神里满是豁出去的狠劲。等着，老子现在就回去，让李杰洗干净脖子等着。车子在土路上颠簸，很快抵达小卖部，门口堵着7、8个拎家伙的混混。李杰拄着猎枪站在中间，老王被反绑着，额头淌着血。你祖宗来了！就带个女人还敢回来送死，给我上！我左手甩出板砖砸向李杰，趁他躲避的空档，像炮弹般撞过去，右手攥着车钥匙捅进他胳膊关节。我的胳膊！都别动！水盈盈趁机冲过去，一刀扎进按住老王的混混大腿，把人拖后面去。陈超，再也不会饶了你的！你先想想老子饶不饶你，带着你的人滚出这线，再让我看见，就把你塞老虎机里搅成渣。打发走李杰等人，我安顿好了老王和小蕊，先回城。陈超教我，教什么？所有认账本、管人看机器，还有用刀。梁莎莎能给你的，我也能学。我不当拖油瓶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工厂最近发生了大变样，彻底变了天，大家干活都很带劲。3车间的出口法兰盘订单谈下来了，利润比以前再实高8个点。干得不错。账上钱够了，
我联系了市机械厂的人，下午来看注塑机，该换机器了。这种你可以看着来，我目前还有点担心。突然，我的手机震动，是梁莎莎发来的信息。点开后是一张照片，我瞳孔猛地一缩，照片上竟是被绑在椅子上的小兰。我看着照片里那个模糊的蜷缩的身影，耳边仿佛又响起日记本里歪歪扭扭的血字。哥，救我！下方还附着一行字：活着想见他，明晚10点，城南废弃焦化厂，一个人来，带钥匙。钥匙？不会是梁莎莎包里那把铜片钥匙吧？别去，这是陷阱。我知道是坑，但必须跳。而且这次我要连人带坑一起炸了。水英盯着我片刻，猛地转身走向车间。下午5点前，我要他吐出第一批合格齿轮，少一个给我拆了重装。莹姐放心，4点准出货。工厂机器轰鸣，水英挽着工装袖口，蹲在车床旁研究图纸。我的手机响起，是梁莎莎的电话。还在忙？之前是姐太急了，卢三像疯狗一样咬人，我也是担心你。有空吗？聊聊小兰的事。没空，机器等着喂料，莹姐盯得紧。别赌气，小兰还在卢三手里，我们得联手。联手？你那套画饼的戏码还是省省吧。小兰的事我心里有数，有消息直说。我挂断电话，水英看了看我，她嘴角微扬，随即又恢复严肃。没一会，梁莎莎就来了。陈老板，我来视察一下你的江山。新模具试件精度达标，下个月能接精密轴承订单。莹莹，真是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数据在工控机里，我去盯下批料预热。水英转身离开，梁莎莎收回手，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。你把他调教的不错，是他自己有本事，有事说事。卢三把小兰藏在郊区的私人马场底下，守卫森严，但我有内线，他愿意做内应，只要一大笔钱和安全保障。靠谱吗？别是卢三的套。他老婆孩子在我手里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错过小兰就危险了。钱我有，要多少？我刷刷填好支票，递给梁莎莎。不怕我卷钱跑，或者消息是假的？你该知道现在是谁更需要谁。卢三垮了，他的产业是块肥肉。以前你拿我当刀，现在我有地盘，有人，有钱。你说刀把子现在在谁手里？钱拿走，3天内把马场地形图、守卫分布、换岗时间给我，晚1天，这钱你自己填。这是什么？自己看图纸。陈老板，这是莹姐带我们搞的精密液压发发线，精工级精豆，放外面一个能卖这个数。老师傅伸出2根手指，先让他稳定吃10吨压力再说。好，我们马上准备。就在这时，梁莎莎发来了信息，是马场图以及一个标注内线的加密音频。明晚11点，西侧饲料仓库后门，内线代号鼹鼠，暗号问草料发霉了吗？达正等着马来挑。切记，只你一人。我握紧手机，一场针对马场的行动即将拉开序幕。我盯着手机，水英走过来，目光落在他攥紧的手上。又是他让你去钻笼子。图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卢三的马场我去过2次，他们用货走的是东边伪装成谢红渠的地下道，那鼹鼠说不定是卢三的诱饵。你去过？以前跟张成应酬时去的。下午3点压力测试，你去看图，这边有我。我打开标注谢红渠的卫星图，打开加密音频。梁小姐，明晚11点饲料仓库后门，我只能拖15分钟，小兰就在最里面的铁笼。手机响起，是梁莎莎的电话。图和音频看了吧？鼹鼠靠得住，明晚11点饲料仓库后门见，拿下卢三，他的马场、码头都是我们的，你想怎么完姐都陪你。知道了。水英走进办公室，指向卫星图上废弃泵站的小点。明晚11点半，我跟你去。谢红渠入口是废弃泵房，12点换岗，11点半溜进去，正好。不行，那地方你才去过2回，太危险了。梁莎莎的饲料仓后门是陷阱，3面敞亮，站岗的连你的汗毛都能瞅见，就按我说的钻下水道。第2天夜里，强子开车把2人送到城郊，面包车熄火后，3人摸黑走向废弃泵房。泵房铁门锈迹斑斑。我在这儿等你们。半小时不出来，你就开车撞马场正门，油门踩到底。我和水英钻进泵房，
这鬼天气，冻死老子了。嘿嘿，少废话，转一圈回去，喝2口。2道手电光扫过墙壁，等守卫走远后，水英的手电光照向铁门角落。就是这儿。手电光柱里，一个瘦小的身影蜷缩在泥地上，穿着破烂，胳膊腿满是淤伤，头发遮着脸，正是小兰。小兰，小兰猛地抬头，悟出布满泪痕和伤痕的脸，看到2人后浑身发抖，眼神里满是恐惧与警惕。爹，别过来，你们是卢三的人。我们不是坏人，是来救你的。梁莎莎让我们来的，还有你的日记本，我们拿到了。小兰听到日记本3个字，身体一僵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别出声，我们带你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地道深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还有男人的呼喊声。有人闯进来了，在这边。地道内杂乱的脚步声从2头包抄而来，我扛着小兰，眼神狠厉。快走，被发现了。带上车。水英将小兰塞上车，强子一脚油门，面包车冲出土地，水兵开枪，子弹打在车屁股上，见。小兰缩在水英怀里发抖，我捂着复发流血的旧伤口。都是梁莎莎那贱人，这仗没完。小兰也受了不少伤，水英将小兰安顿在休息室。这得送大医院，再拖要出人命的。送医院就是自投罗网，我自己来。休息室内传出小兰的痛哼和水莹莹的呵斥。突然，梁莎莎的电话打来。你们人呢？饲料仓后门等半天了，鼹鼠差点被揪出来。饲料仓是陷阱，人我已经救出来了，管好你的鼹鼠。挂断电话后，水英走出休息室，摊开掌心，一个亮着红点的定位器。从小兰衣服夹层抠出来的那个好鼹鼠塞的吧？梁莎莎突然闯入，看到定位器，脸色煞。厂区围墙加高安监控，天亮前要安保方案，闲杂人等滚。梁莎莎又羞又怒，摔门而去。我盯着水莹莹，内心疑窦丛生。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狠？以前明明那么胆小。休息室门开，水莹莹探出头，眼神冰冷。找老李头拿厂区图纸，半小时内给我方案。我拿到原始图纸时，休息室突然传来小兰凄厉的惨叫。叫什么肠子？烂穿了也得拽出来。小兰吓得瞬间噤声。这墙就是摆设，加高到3米，顶上拉带倒刺的铁丝网。他接连指出几个位置，语气不容置疑。这儿锅炉房死角，全埋红外警报探头，大门看门的全换掉，让强子找见过血的人来。他一掌拍在图纸上。天黑前我要看见新墙砖、探头箱子，还有强子带的人站在岗亭里。他到底经历过什么？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水莹莹。强子带着几个精壮汉子赶来，站在办公室门口。超哥、莹姐，老家的兄弟带来了，都是敢打敢拼的。分成3班，24小时守大门和围墙死角，发现陌生人靠近，直接扣下。汉子们齐声应下，水莹莹又转向一个戴眼镜的青年。你去买监控设备，要最高清的红外款，下午必须安装到位。众人散去，办公室只剩我和水莹莹，我忍不住开口。你怎么突然懂这么多安保的事？以前看章程弄过，记下来了。现在不狠，我们都得死在卢三手里。小兰需要静养，我们得带她回家。水莹潇洒的在前走，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又看向桌上布满血污的图纸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张老板，这里住的习惯吗？这可比你办公室的沙发硬多了。我十分震惊，快速把小兰安顿在客房后走出来，就见张成在笼内拼命扭动，铁丝笼哐当直响，眼神里满是恐惧与怨毒。省省力气吧，叫破喉咙也没人能听见。这房子的隔音可是你当年挑的好材料。水英转身走向卧室，头也不回的招呼我进来。张成是你弄来的，怎么回事？水英顿住动作，缓缓转身，昏黄灯光下，脸上的冷印褪去些许，眼底带着茫然。我只是想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什么？你喜欢狠的、能干的、下手不眨眼的，就像梁莎莎那样。我能看出来，你看她的眼神不一样。说什么胡话？我看他是我以前太软了，张成上我都不敢还手。为了不做拖油瓶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不再是我自己。突然，客厅传来急促刺耳的门铃声，像催命符般炸响。谁？我大步走到入户门前，张成在笼内挣扎得更凶，喉咙里
呜呜声更大。谁？我开门，出事了。我与水英对视一眼，点头示意我开门。一开门，梁莎莎跌撞着冲进来，脸上满是慌张。张成，你们把他弄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要你滚了吗？庐三那边炸锅了，马场底下漏了。姓赵的老狗在医院里又哭又嚎，把庐三那点烂事全抖出来了。现在外面有什么动静？现在道上悬赏的花红够买咱们10条命的了。梁莎莎的话像一盆掺着冰碴子的冷水，一下浇在我俩头上。我刚想骂人，就感觉胳膊猛地一紧，是水盈盈。陈超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我不该把他弄家里来，不该那么狠。我就是怕你嫌我没用，怕你觉得我不够厉害。这什么情况？怎么一转眼霸王花就变含羞草了？这娘们该不会有双重人格吧？莹莹姐，你刚才那股子狠劲儿呢？别说了，我怕你不喜欢那个样子，太凶了，像午夜叉。梁莎莎抱着胳膊站在客厅中央，看看缩在我身后瑟瑟发抖的水盈盈，又看看笼子里还在挣扎的张成，那张漂亮脸蛋上的表情就跟开了染房似的。你俩别腻歪了行吗？庐三的人随时能串门进来。梁莎莎这话像根针，水盈盈整个人猛地一颤，更用力地往我背后缩。我没演，我就是怕他嫌我彪悍，不像个女人。彪悍？那哪叫彪悍啊？一整个活阎王！我不管你是活阎王还是小媳妇，我就问你一句：现在庐三的狗随时能冲进来，是继续搁这儿演小女人，还是抄家伙扛过去这场？客厅里死一样的寂静，水盈盈愣愣地看着我，随后她猛地吸了一下鼻子，抬手用袖子狠狠在脸上抹了一把，转过身，逗狗，径直走向客厅角落那个放着张成狗笼子的地方。龙妹的张成盯着他手里带血的匕首，瞬间停止了挣扎。庐三的老窝在哪？有多少人？城北老面粉厂不下20个，都带着家伙正满城找你们呢。楼下传来哐当巨响，夹杂着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喊。就这栋2等马甲，别让跑了！我去，这么快？楼下巷子里几个光头拎着砍刀钢管往楼门口堵。后窗喊老鲁他们来支援。来不及了。他从风衣内袋掏出枪，抛向我。门外传来钥匙筒锁眼的声音和砸门声。放开！卢爷说了，死活不论。笼内的张成眼神从恐惧变成狂喜。你要干什么？水盈盈没回应。吊灯啪的熄灭，屋内陷入黑暗。退后！突然一局，门口的混混被冲击波掀飞，倒在楼道里没了动静。那边防火梯。客厅突然传来哐当的铁笼撞击声，张成在笼内疯狂挣扎嘶吼，想吸引楼下援兵注意。水盈盈快步冲回客厅。水盈盈，他无视呼唤，走到笼前，拽着张成头发，将他拖到窗边。下辈子记得当条好狗。他猛地发力踹向张成后背，张成惨叫着从3楼坠落，楼下传来混乱的怒吼。走！3人沿防火梯冲下楼，借着夜色返回工厂。办公室内，水盈盈靠在窗边，换了干净工装，手上缠着纱布。梁莎莎靠在墙上。老鲁敲门进来，语气激动：“超哥，庐三栽了，面粉厂爆炸烧了走私货，他想跑被警察堵在高速口，中枪了。”梁莎莎嗤笑一声，走到水盈盈面前：“水盈盈，我以前小看你了，人都是逼出来的。小兰，我安排去南边了，给她新身份。”梁莎莎离开后，办公室只剩我和水盈盈。以后还剁狗不？剁什么狗？该开机子了。他走向车间，对着偷懒的二狗子厉声呵斥：“王二狗，这叫干净，眼睛长腚上了，滚去重磨。”是莹姐。这附加条款是坑，交货期太紧，原料卡脖子就得赔死。大沙山，那批特种合金钢我早谈好了，比合同价低2成，给你惊喜。你又背着我搞事，心疼你吗？看你头发都快愁白了，帮你分忧。这女人路子太野，我怕她哪天把自己玩进去。果然，她啥来啥。几个小时后，我正跟老鲁在车间盯一批急活，手机突然震动，强子的声音带着慌张：“涛哥，不好了，莹姐的车在城南夜莺歌厅后巷被堵了。”我开着本田摩托冲进巷子，只见水盈盈被光头按在面包车上。哼，臭婊子，敢套老子话还录音，今天不弄舒服你，老子跟你姓。嘿，你叫什么黑豹？叫黑狗吧？
就知道叫唤。我骑着摩托撞向黑豹，光头抽搐着昏过去。我喘着粗气，看向水莹莹，她撑着引擎盖坐起来，头发凌乱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被堵在这儿？还能走路不？水莹莹点头，扶着面包车，我一把抄住她胳膊，大横抱起，滚烫的眼泪掉在她衣领上。我怕他们想。闭嘴！水莹莹在浴室洗澡，我靠在门框上抽烟。浴室门开，水莹莹头发湿漉漉的出来，脸上素净苍白。我就是想帮你，新单子条款麻烦，我听说黑豹能弄便宜料子，就想自己去摸底，没想惹事，没想到他灌我酒，还偷我花。他话没说完就哭了起来，我看着他可怜的样子，又气又心疼。你傻啊，那是黑豹的地盘，你单枪匹马的闯进去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泪眼朦胧的吻上我的唇。我是你的，别人休想染指。水莹莹光着脚走到墙角。明天帮我买双新的吧。买10双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不能再乱跑了。嗯。水莹莹用旧纱布缠着手腕的淤青，站在车床前厉声指挥工人，眼神凌厉，和昨晚判若两人。这里公差超标了，返工，半小时内给我新的。好的，莹姐。走，买丝袜。这个透不透？旁边的一个花衬衫男人靠在柜台抽烟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水莹莹的腿。水莹莹挑了一条最贵的黑色包星纱丝袜，付钱时，花衬衫凑了过来。美女，眼光挺好，认识一下，这片我熟。水莹莹盯着他，语气冰冷。熟啊？那你知道有个叫飞豹的吗？花衬衫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上下打量着水莹莹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你认识豹哥？我不仅认识，还知道他现在躲在城郊仓库里，连门都不敢出。毕竟断了2条腿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花衬衫脸色瞬间煞白，后退一步，不敢再看水莹莹，转身就想跑。就这么走了？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水莹莹扯了扯我的胳膊，摇了摇头，花衬衫连滚带爬的跑了。你怎么知道黑豹躲在城郊仓库？猜的，不过看他这反应，应该是真的。你又想干嘛？不想干嘛，就是让他知道，我不是什么人都能惹的。走，再去买条裙子，配这双新丝袜。他拉着我走向女装区，阳光透过商场玻璃照在他脸上，笑容明媚。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眼底却藏不住一丝宠溺。车间内机器轰鸣，我和老鲁调试新机器。水莹急匆匆跑进来，脸色发白。陈超出事了，新进的特种合金钢质检报告是假的，差了次品。什么？供应商是黑豹介绍的，我之前拿到了录音证据，他和那个赵公子想坑垮我们，然后低价吞并厂子。他刚拿出的录音笔，车间门被撞开，7、8个板寸头的汉子拎着钢管冲进来，领头的是腿打石膏的黑豹，眼神凶狠地盯着录音笔。臭婊子，录音笔果然在你手里！打手们嚎叫着扑向水莹莹，老鲁等人也抄家伙加入，车间里一片混乱。给我交出来！水莹莹眼神骤然变得狠厉，高跟鞋尖狠狠跺在黑豹的石膏腿上。我的腿！水莹莹趁机按下播放键，喇叭里传出黑豹的声音：赵公子放心，料子掺了3成废渣，等他们赔掉裤衩，您就能低价吃进厂子了。干得不错，等厂子到手分你1成干股。录音放完，车间瞬间死寂，黑豹脸色惨白。赵公子，哪个赵家？说。城南开矿的赵家。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强子的声音带着哭腔：猴哥，厂子大门被堵了，好几辆铲车，领头的说姓赵，要拆厂子。他奶奶的赵家！别冲动，铲车砸过来就是送死。撤，从后面响门走。听我的，带上重要文件，其他人立刻撤。工人们纷纷往后门跑，强子已在门口接应。那边换。我的摩托3轮啊，被碾成铁饼了。你比车重呀，快跑！先去我家吧。大家先坐，我去拿医药箱处理伤口。鲁哥，麻烦你统计下有多少人受伤。陈超，你跟我来拿一下。我跟着水莹莹走进卧室。肠子没了，陈超，你得给我弄回来。
他拿起医药箱走向客厅，我的眼神变得阴沉。赵家黑豹，这件事我绝不善罢甘休。深夜，我刚睡着一会，卧室门板就被剧烈捶打。超哥，莹姐，快醒醒，外面亮灯了，好几辆车围过来了。我猛地弹坐起身，怀里的水莹莹也瞬间惊醒。楼下传来咣当的撞门声和杂乱的叫骂声，黑豹果然带人追来了。快躲起来，地下室在哪？楼梯底。我们走到客厅，老鲁带着几个工人站在那，手里攥着椅子腿水果刀，眼神警惕。超哥，大门快被撞开了，车把路堵死了，冲不出去。下地下室，强子开门。地下室逼仄狭小，几十号人挤在一起，几乎转不开身。头顶只有一盏昏黄的小灯泡摇曳，头顶地板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踹门声。姓陈的，赶紧自己滚出来，要不然扒了你的皮！搜，一寸寸的搜，他们肯定藏在这房子里了。逮住的人上10万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老鲁攥着钢管，强子缩在墙角，水莹莹被我死死搂在怀里，冰凉的手扣着他的胳膊。豹哥，楼上楼下都翻遍了，没人。放屁！我亲眼看见灯灭的，留2个人盯死这里，我就不信他们能躲一辈子。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地下室里死寂片刻，众人终于松了口气，压抑的出气声此起彼伏。暂时安全了。手机屏幕蓝光亮起，光标停在梁莎莎的名字上，我盯着名字，喉咙里挤出一声冷笑。当初张成欠薪，是他递账本帮我，后来又塞钱给摩托，现在我和兄弟向桑家泉躲耗子洞，他却连影子都没有。他不是觉得我这把刀卷刃没用？我们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躲在这吧？等天亮再想办法。等个屁！这地下室是铁棺材，天亮就完了。张成以前搞走私，别墅底下有废弃暖气管道，通后山排水沟。真能出去？管道口在那堆破沙发后面。搭把手挪开，众人像打了鸡血，涌上去搬沙发。真有斗！我打头跟紧，管道窄得要命。我跟在他身后爬进管道，管壁冰凉的膝盖，水莹莹的喘气声又急又重，前头突然停了下来。个黑影从枯草堆摔出来，直挺挺砸在井盖边。黑影抬起头，是梁莎莎，她头发散乱，沾着枯叶，嘴角带血。看到井口的人头，先是一愣，随即颤巍巍举起枪。真深情啊，爬耗子洞还粘在一起。梁莎莎，我腰背一拧，狠狠撞向梁莎莎受伤的腿，她没站稳摔倒了，手里的枪掉飞了老远。哼，老子现在就让你看看谁才是持刀人！突然一声枪响，震耳欲聋。超哥小心！子弹擦过我头皮，狠狠打进老鲁肩膀，血花瞬间染红他的工装。后面，我猛地回头，只见一个捂着头的喽啰挣扎站起，手里攥着梁莎莎掉落的枪，枪口冒着烟，正哆哆嗦嗦地瞄准我。弄死他！我盯着梁莎莎和对准自己的枪口，目眦欲裂。哼，带着一起死，都给老子下地狱！这时警笛声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，红蓝爆闪的灯光将现场映得如同滚木。是条子，有埋伏！快撤！豹哥快跑！黑豹的人瞬间乱作一团，稀里哗啦的往外逃。举枪的喽啰也傻了眼，茫然的看着梁莎莎。梁莎莎费力的抬起手，冲我比了胜利的手势，直接给我搞懵了。这是搞什么鬼？老鲁在脚边咳出一口血沫，开启没受伤的手指向梁莎莎身后的砖块堆。超哥，那我快步冲过去，发现一个巴掌大的黑色录音笔躺在灰土里，红灯还在一闪一闪，手指发颤的按下播放键。陌生男人的声音响起：莎莎小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爹的事我知道是谁干的，只要帮我拿到水莹莹背叛的证据，把陈超引到后去，我就告诉你仇人是谁，赵公子还会分你3成的心矿干股。证据我会拿，人我也引，但我有条件，动手时不准碰陈超一根手指头，要让他活着离开。行，没想到你对这乡下土狗动了心，成交。录音停止，我攥着录音笔，瞬间明白过来，梁莎莎之前的狠厉全是装的。我冲到梁莎莎面前，一把揪住她的衣领，将她拎起来。梁莎莎，你给我醒醒，你一直在演戏。哼，小狼狗演技不错吗？配合的挺像。你丫的玩我！不玩狠点，赵公子能信，不把你摘出来，你早就被埋了。审讯室里灯光惨白，我坐在铁椅上，
对面的警察低头翻着文件，头也没抬。姓名：陈超。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工厂被坑躲进地下室，到爬管道遇梁莎莎，发现录音笔的前因后果，一五一十的说出，唯独隐去了梁莎莎保护我的细节。录音笔呢？当时太乱，可能掉在现场了。审讯室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穿便衣的中年男人走进来，凑到警察耳边说了几句。查脸色一变，起身离开。陈超，我们是经侦队的，梁莎莎已经交代了赵家走私、恶意吞厂的全部罪行，还提供了赵公子和黑豹勾结的证据。赵家父子已经被控制，黑豹在逃。他全交代了。你可以走了，但要随时配合调查。对了，梁莎莎让我给你带句话，刀磨利了，别再当傻狗。我走出警局，阳光刺眼的让我眯起眼。强子和几个工人正蹲在门口等我。高哥，你出来了，鲁哥已经送医了，没生命危险。莹莹呢？有消息吗？梁莎莎冲出来的时候，这娘们就跑没影了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还没有，但警察说后山排水沟附近有她的脚印，可能已经安全了。我刚松了口气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水莹莹。你这娘们乱跑什么？陈超，我现在在城南码头，黑豹已经被我堵在集装箱里了。对了，新工厂的地址我也看好了，就等你过来了。我抬头看向城南方向，嘴角不自觉扬起。赵家倒台，黑豹落网，工厂的仇终于得报。可梁莎莎为何要主动认下一切？水莹莹又是如何制服黑豹的？新工厂背后是否还藏着赵公子的余党？这场风波看似平息，实则暗流涌动。我的硬仗才刚刚开始。